北京突然丢下了一颗政治炸弹。在9月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闭幕，一份公告瞬间引爆了全网，有4名现役上将、中将的人大代表的资格在同一天被一刀切了。朋友们啊，这可不是例行调整，而是一个赤裸裸的军中清洗。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份打包处理的名单不仅直接直指苗华系的政工核心，还牵动了东部战区铁三角的残局。这背后正是习近平与张又侠之间的终极权斗。一边呢是习近平想彻底的拔掉军中的隐患，而另一边是张又侠透过老部下渗透武警，迅速的扩大他的版图。那4名将领同日倒下，究竟意味着谁的手正在收割呢？谁又成了下一个猎物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份惊心动魄的清洗名单入手，为您层层剥茧，揭开中南海最不愿意示人的军界的血雨腥风。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9月12日下午在北京大会堂闭幕了。那中共官媒就报道说，会议免去了中共2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而且还任命了接替人选。据称，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其实，这个没有直接说出来的其他任免案才最有看头。查看中国人大网，会议结束当天，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一则公告，确认了辽宁省长王新伟还有新疆书记陈小江的代表资格，同时呢，终止了9个人的代表资格，其中就包括中共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上将、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中将、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将，还有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政委高大光中将。表面上看，这4位将领是来自不同的系统，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只要我们深挖他们的履历，就会发现他们的仕途轨迹都交织在了2条致命的死亡线索上。这2条线就是解开这场风暴的钥匙。第一条线呢，是南京军区，或者说是军改后的东部战区系统。第2条线更为关键，是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他所主导的政工系统。我们先来看看后面的3位中将汪志斌、张林、高大光，他们的倒台就标志着一个曾经被认为绝对安全的系统已经成为了清洗的重灾区。我们大时局频道会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1台服务器，数据是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要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数据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2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相当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受65折优惠，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风险的试用。请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他的出身那可是典型的政工干部。
他长期是在南京军区服役，从连指导员一路做到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他的仕途被外界视为是政工序列的典型模板，尤其是他能在不同的战区还有军种之间快速调动，被认为是苗华政工系统影响力的直接体现。那现在呢，这位政工系统的标杆人物倒下了。再看看联勤保障部队政委高大光，他的履历简直就是一个政工干部的标准样板，从集团军政委做到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下面的老干部局局长，这可是苗华直接主管的核心部门。然后呢，在外放担任联勤部队政委，每一步都完美的符合苗华系统的提拔逻辑。他的落马就意味着这场清洗已经烧到了政工系统的心脏地带。还有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他更厉害，在短短的几年内横跨了海军、联勤、武警、后勤等多个领域。这种跨界的晋升，如果没有政治工作部的强力背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外界普遍认为他就是苗华政工系统重点提拔的人物。所以你看哈，这3位中将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苗华政工系统里面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倒台释放出来了一个惊人的信号：过去被认为是监督忠诚、相对安全的政工系统，现在自己也成为了被整肃的对象。政工将领不再是绝对安全的了。如果说3位中将的落马是摧毁了政工系统的支柱，那么名单上唯一的上将王春宁的倒台，那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斩首行动。他的倒下就象征着一个核心权力组合的彻底崩裂。这个王春宁他可是一个标准的红二代，或者叫做军二代。他的父亲王永明是中共前南京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王春宁的军旅生涯完全是从父辈经营多年的南京军区起步，再一路高升。在北京呢，他甚至担任过卫戍区司令，也就是所谓的御林军统领。在讲究血统和人脉的体制里，这可是最可靠的护身符。但王春宁的倒台彻底打破了这个神话，显示出军二代身份不再是护身符了。也有评论认为说，更重要的是王春宁的倒下象征着一个曾经被视为习近平军改后由东部战区系统延伸出来的核心权力组合的彻底崩裂。那这个权力组合包括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他的出身被称为习近平嫡系部队的31集团军，是南京军区作战派系的最高代表。同样出身31集团军的苗华是政工系统的沙皇，主掌着全军人物，而武警司令王春宁则控制着内卫力量。这3个人，一个管作战，一个管人事，一个管内卫，曾被视为是东部战区系统在军中最稳固的核心力量。然而我们看到什么了呢？早在今年初，王春宁就接连缺席中共政法工作会议、中纪委全会等一系列重要的场合，他被查的传闻早已经是满天飞了。如今呢，靴子终于落地了，苗华已倒台，何卫东也长期消失在公众视野。亲北京的联合早报认为，上述的4名高级将领的落马，相信与何卫东、苗华有关。有倒下的，自然就有站起来的。这场清洗留下的权力真空，正在被另一股势力迅速的填补。那这一股势力的总后台，直指另外一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我们来看看最关键的武警部队。武警是干什么的？它是中共的国家级武装力量，是维持其统治的核心支柱之一，号称第2路军，具有准军事、准国安的双重属性。谁控制了武警，就等于扼住了中共维稳系统的咽喉。王春宁倒下后，谁来代理司令呢？一个叫曹军章的人浮出了水面。7月21日，中共第15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次日，官媒《法制日报》还有《检察日报》都报道了武警部队代理司令员曹军章出席了会议。公开资料显示，曹军章是1965年生人，重庆人，长期在原成都军区服役，特别是在陆军第13集团军。朋友们，记住这个番号第13集团军，这支部队
曾是张幼霞长期掌控的核心地盘。张幼霞从1994年到2005年，在第13集团军是担任副军长、军长，长达10多年。曹军章就是从这支部队里成长起来的，是张幼霞不折不扣的嫡系旧部。更有意思的是，武警部队现在还有一位副司令，叫傅文化。傅文化长期在原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服役，而张幼霞在2007年到2012年期间正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据报道，傅文化正是在此期间得到了张幼霞的赏识和提携，一路高升的。所以您看啊，武警部队现在的局面是司令王春宁东部苗华系倒台，接替他主持工作的代理司令和另外一位副司令全是张幼霞的旧部。就在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张幼霞又掌握了军权，成为军中唯一大佬的时候，剧情似乎又出现了逆转。2023年7月，火箭军与总装备部窝案引爆，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布了公告，要倒查自2017年10月以来的腐败问题。这个时间点正是李尚福接替张幼霞担任部长的时候。然而，官媒在9月10号报道，8月28日到9月1日，中共火箭军后勤部采购和资产管理局在军队采购网接连发布了180条公告，处罚了74名评标专家，还有116家供应商。评标专家失去了参与评审军队项目的资格，供应商被禁止参与投标军队采购项目。有一位专家是因为在2016年的一个项目中评审错误而失去了评标资格。也就是说，采购部门在审核9年前的采购项目，似乎暗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已经成为了被倒查的对象。有消息称，习近平可能会在4中全会前或在全会上拿下张幼霞，这被视为是习近平对张幼霞的反扑。种种信息显示，军中的斗争依然是十分激烈。这场权斗的大戏，从习近平清洗政敌，到张幼霞剪除习近平的羽翼，再到习近平反扑围猎张幼霞，步步惊心呐。它暴露的是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那接下来，在即将召开的4中全会将成为双方摊牌的关键时刻。这场为控制枪杆子而展开的生死肉搏，最终将如何落幕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关注。感谢您的收看，您认为这场内斗谁会是最后的赢家？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给您的朋友，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